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试用一下这支 L'Oréal 非常有名的贵妇粉底以及它的眼唇霜。我看到很多关于这个粉底的评价，说它虽然质地很细腻，但是呢，第一它控油不好，第二就是它的妆感很重。我就很好奇，这么贵的粉底就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它的表现如何。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眼唇霜，据说呢，它搭配这个粉底一起使用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妆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都来试一下。我是一个混合性的肤质，T 区呢还是比较爱出油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眼唇霜上面呢是眼霜，下面是润唇膏。眼霜呢是长这样，润唇膏呢长这样，带一个这样白色的袋子，非常精致的感觉。我们先来涂这个眼霜，它呢其实是一个眼部打底的一个 gel， 一个啫喱。那今天呢，我会把这个眼部打底只涂在我的右半边脸，左半边脸不涂。然后呢，再一起上粉底，我们来对比一下两边会有什么不同。非常丝滑的质感，我把它直接涂在眼底，上脸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滋润，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厚重感，毛孔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很保湿的这样的一个眼部的打底产品。那我把这个鼻翼也一起来涂一下。现在我们来涂这个唇膏。今天我的这个嘴唇非常的干，它的这个味道呢，就是 L'Oréal 护肤品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上粉底，这支粉底的色号我买的是 N-05， 它最上面是一个同色号的这个遮瑕膏，然后下面就是粉底液。另外它还自带了一个这样的小托盘，然后可以把这个粉底放进去。还有一支小刷子是用来上这个遮瑕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海绵粉扑。先取一些。在上这个粉底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遮瑕力的话，可以用手指直接来推。但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轻薄的一个妆感的话，还是用海绵来推。那我今天呢，我会用手指大概这样给它涂开先，然后呢，我还是会用海绵来推，因为我想要一个轻薄的妆感，看看它的这个遮瑕力如何。这个粉底，这支粉底真的是一上脸，遮瑕力超棒。真的爱了，这个粉底的遮瑕力真的超级好，就是非常非常薄的一层，就可以盖掉脸上很多的瑕疵。哇，好亮白啊！这个粉底就是一个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奶油肌的一个妆效。然后涂完这个粉底之后，我真的感觉自己就是给自己加了一层 filter， 只涂了很薄的一层，就是这种状态。喜欢，遮瑕力真的很棒。而且这个粉底我觉得上脸之后皮肤的感觉也是很舒适的，就觉得很轻薄。因为就有时候你涂了一个不太适合你肤质的粉底，你会觉得这个粉底的存在感非常的强，但这一支呢就会觉得非常轻薄，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总之第一印象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涂完之后这个皮肤的光泽感也很棒。现在呢我再来上一上这个遮瑕膏。这个遮瑕膏里面它也有带一个小镜子。现在呢是中午12点半左右。那今天呢我会一直带着这个粉底5到8小时。那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回来看看这个粉底的状态。我就像平时一样画一个比较日常的妆容。我回来啦，好晒呀！现在呢是晚上6点半左右，然后外面现在超级晒，忽然，因为其实今天是一个阴天，下午呢经历了就是一段时间的暴风骤雨，然后现在外面的阳光就变成了暴晒，给大家看一下，就变成了这种状态。
现在呢，我来跟大家整体 update 一下我这个粉底的情况。现在距我上完这个粉底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的时间了。今天的妆呢，没有任何的定妆，就是涂完粉底直接在上面化的妆。我觉得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奶油肌的状态，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结块啊、卡粉呀、出油啊现象出现。T 区的位置。我觉得这个粉底的这个对于毛孔的控制是非常好的。大家看我这2个区域的毛孔，包括鼻翼上的毛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比如说变得很明显呀，或者是出很多油啊，或者是结块等等这种现象，完全没有出现，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眼底的区域呢，这2边出现了一些干纹，但是呢，并没有卡粉的现象，只是干纹。大家记得我今天早上还在这边涂了眼部的打底，这边没涂。那现在看起来呢，这边的这个干纹就要更明显一些，这边的这些小干纹就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在我这个鼻翼这2边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卡粉的现象，但是呢，这卡粉的现象是很轻的，就是你跟人这样正常的这个交流的距离是完全看不到的，除非是这样怼脸看才会看到。还有呢，就是我的这个下巴整体看起来的这个妆感就要比全脸其他地方的妆感要更重一点，特别是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一点点这个结块的现象，我觉得应该是遮瑕膏的问题，因为我今天有大面积的在这边涂了遮瑕膏。这就是我6小时后粉底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很滋润的一个奶油肌的状态。这个眼睫霜呢，说明书上说用来补妆也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呢，我用它来按一按，就是刚才这边有一些卡粉的地方，包括这边比较干的地方，看看会有什么改变。我还是只补了右半边脸，我觉得这个打底膏补妆之后，脸上多余的油光就没有了，特别是这个鼻翼还有下巴，刚才这边有点结块的这个地方，而且呢，把它涂在眼下之后，这个眼下的干纹也被舒缓了很多。现在这边基本上干纹看不到什么，这边还是就是挺明显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我试用这2支产品的一个体验。先来说这个粉底。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粉底好的地方，第一就是它的这个遮瑕力真的非常非常好，薄薄的一层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遮瑕力，完全没必要涂得很厚。所以如果你是想找一个遮瑕力比较好一点的粉底的话，那我觉得这支不错。同时呢，它还能给你一个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饱满、非常滋润、有光泽感的这样的一个奶油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支粉底的这个遮瑕力跟滋润度的这个平衡感做得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这个控油跟持久度，其实我觉得这支粉底这个控油跟持久度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个毛孔的地方。我6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定妆，而且我刚刚还给自己做了一顿饭，煮了面。我这个在厨房里待了很久，我这个毛孔也没有出现问题。的确，在我的这个鼻翼下面有出现了一点点卡粉的现象，但是呢，第一，它毕竟只是一个粉底，虽然它很贵；第二呢，就是我毕竟也没有定妆，所以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对于一个奶油肌肤质的一个粉底来讲，它的这个控油跟持久度都还是不错的。那出现问题的地方呢，我觉得第一就是涂这个粉底，包括这个遮瑕膏的手法。我觉得如果手法掌握不好，涂这支粉底很可能会出现灾难。实测下来呢，我觉得涂这瓶粉底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绵慢慢的这样往上压。如果你想遮瑕力好一点的话呢，你就少量多次多压几层，就不要用手指去涂了，因为手指涂的话就很可能掌握不好量。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个比较重的妆感，而且遮瑕膏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一定少量多次，用这个刷子来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今天早上在这个嘴的周围大面积的上遮瑕膏的话，那最好是先上遮瑕膏，再用粉底薄薄的盖一层，我觉得就不会出现这个妆感比较重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支粉底就是第一一定要薄涂，第二就是一定要涂匀，把它这样铺开。它的这个妆效就会看起来很自然很好，否则呢很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个妆感重的一个现象。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粉底它是带防晒指数的，是 SPF 15。
我就想说，所以是贵妇都不需要出门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防晒指数就有点尴尬。大家想想，在一个奶油基的这样的一个质地的粉底上，你再去补防晒的话，就其实很难操作。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产品它能够把这个防晒指数做得再高一些，我觉得它的实用性会更好。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说明书里说啊，这个粉底涂完之后就有一个给让皮肤紧致提升的功效。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不是对这个毛孔的控制，因为这个毛孔的确看起来很紧致，但是呢，就是从整个皮肤的状态来讲，用这一次我的确也没看到什么紧致提升，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粉底里面的确有含有这个 La Prairie 最核心的活细胞技术以及这个蓝鱼子精华，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支粉底这么贵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它这个长期使用它会有一个养肤的效果。如果你喜欢 La Prairie 这个蓝鱼子系列的护肤品，并且从中受益的话呢，那我认为你很可能会喜欢这个粉底，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的投资。但是呢，有2种情况我是不推荐这个粉底的，因为它是一个奶油基的一个妆效，所以如果第一你想要一个亚光的妆效，我是不推荐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油的油皮，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这种奶油基的妆效，我也是不推荐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眼唇霜，今天呢是我第2次使用它，我真的就是爱上了，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它的这个眼部打底的这个啫喱涂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能让皮肤的这个保湿看起来更滋润，就是保湿感更好。特别是在涂完粉底之后，这个眼底，如果你眼底有干纹的话，这个干纹就不会显得那么明显。用完它之后再去上妆的话，这个妆容会更加的服帖，用它补妆也是非常方便的。那关于润唇膏的部分呢，因为今天我涂的这个唇膏是这一支，就是341的这一支唇膏。用过的宝宝们肯定都知道，这支唇膏它是粉雾状的，就非常的干，非常难上色，也非常难卸掉。我特意挑的这支很干的，但是呢，在我涂完润唇膏之后，再去涂这支唇膏的话，就是第一非常容易上色，就是很丝滑的就上了；第二呢，就是也非常容易卸掉，所以这个润唇膏真的非常非常的滋润。它跟这支 La Mer 的这个润唇膏比，给大家看看这2支的对比。这一支是 La Mer 的，这一支是 La Prairie 的。这支的质地呢就是更薄，就是油感更强一点。这支的质地呢就是稍微厚一点，这个蜡感更强。它的香气呢就是 La Prairie 护肤品的香气，就是那种很贵妇的香气。这 La Mer 这支的香气呢是那种柑橘加上柠檬。柑橘加上薄荷的香气，就非常的清爽，而且尝起来有一点点甜味儿。我觉得这2支都不错，就是看大家喜欢吧，看你喜欢哪一种。但是呢，如果让我挑一支，就是特别是当你出门的时候，我会选这一支，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就是2合1，非常方便携带使用。好啦，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那如果你喜欢 La Prairie 的产品的话呢，欢迎点击订阅，并且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也会把我之前发布的 La Prairie 的相关的视频链接放在这支视频的下面，感兴趣的话要去看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